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馒头妈的时间喽。我是馒头妈，我是史凯蒂。今天我们要讲什么故事呢？我的鞋子不见了。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过？没有哦。有啦，真的哦。我的鞋子也曾经不见过可能啊，因为我找不到我的布因为你都没有放好吗？是我放在柜子里，然后就找不到。对，我上次也是这样，我放在柜子之后就找不到了。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样迷糊，好不好？在讲故事之前，让我们先怎么样？开启小铃铛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来，故事开始喽！在美丽的小社区里呀，住着一只叫伟伟的小兔子。他的鞋子不见了，我不知道我们来看看。伟伟呢，每天放学后啊，他都会和朋友们一起在草地上玩耍。可是伟伟有一个小小的坏习惯，跟我一样我不把鞋子摆好。对，他就是跟薯条弟一样，回家后总是不把鞋子放好。你觉得很好笑吗？哎呀，每天伟伟回到家，他的鞋子总是随便丢在门口。有时候啊，一只鞋子在门外，有时候一只鞋子在厨房。那你呢？你有时候啊，就什么？一只鞋子外面，一只鞋子在里面。对，而且还有时候是翻面的就是随便脱的意思。妈妈呢，总是提醒他，伟伟回家后要把鞋子放在鞋架上，这样我们的家才会更整齐呀，也不容易绊倒别人。像我就常常被你的鞋子给绊倒啦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咯。但是呢，伟伟总是玩得太开心后，就忘记了妈妈说的话。妈妈已经提醒很多次，但是他还是常常忘记。有一天呢，伟伟放学回家后啊，像往常一样把鞋子随便丢在门口，然后呢，就赶快跑进去房间里面去玩咯。晚上的时候啊，伟伟想要出去和爸爸散步时，就发现自己的一只鞋子不见了。找啊找，找啊找，找遍了整个房子，东翻西找，可是怎么样都找不到那只鞋子好着急哦，怎么办？我要跟爸爸出去散步。他着急的上翻下翻，连沙发底下都不放过。但是你觉得他后来有找到吗？没有。对，最后还是找不到鞋子。伟伟有点难过，妈妈就走过来提醒说，伟伟，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告诉你鞋子要放好的原因。如果呢，你每次回家后呢，都把鞋子放在鞋架上，就不会这样找不到鞋子啦。也因为临时找不到鞋子，所以伟伟有没有办法跟爸爸去散步？没办法，他错失了跟爸爸一起去公园散步的机会。伟伟觉得好苦恼又好难过，我不能出去玩了。隔天，伟伟的朋友小花来到他家玩，一起写作业。小花才一进门就不小心踩到伟伟乱丢的鞋子，就被绊倒了跌了好大一跤，好痛哦！还不小心扭伤了脚踝，痛的小花嚎啕大哭妈妈赶紧安慰小花，对伟伟说：“你看，如果呢我们鞋子没有放好，不仅会让我们找不到，还会让朋友容易跌倒，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很危险？”对，所以呢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放在鞋柜。对，我们要学习爱护自己的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们找得到，而且别人也才更安全啦。伟伟瞬间觉得好内疚，所以也一起安抚小花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花，我以后一定会把鞋子放好的。”自从那天起伟伟就记起教训，他觉得一定要赶快改掉这个坏习惯，要怎么样？把鞋子放好。所以呢，放学回家后呢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鞋子
整齐的摆放在鞋架上。妈妈看见了伟伟的改变啊，微笑的说：“伟伟，你做得很好哦，这样子我们的家就会更整齐呢。而且呢，你也不会再找不到鞋子，我也不会被你的鞋子给绊倒。”从此啊，伟伟也发现这样做不仅可以让家里变得更整洁，也可以呢让朋友们来玩的时候更安全。伟伟感到很开心，因为他学会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好习惯哦。那你觉得呢？听完这个故事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想要跟妈妈下架。要记得把东西放好，知道吗？对，我们呢要学习把鞋子整理好，然后呢要保持干干净净的。不仅呢是我们可以容易找到，然后我们也很爱惜它，它不容易被人家踩到啊。然后我们也可以让别人很安全的经过，因为鞋子乱摆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，就很容易被绊倒。所以呢，不是只有把自己的东西放好这个重要，你也要考量到别人安不安全哦。所以养成这种好习惯是很重要的哦。所以呀，记得每位小朋友啊，要养成回家后就把鞋子放好的好习惯哦。如果还有鞋柜的话，就记得放在鞋柜，这样也不容易有灰尘。然后维持家里的整洁，每个人都有责任哦。不是只有大人责任，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哦。哇，今天的故事讲完啦。我希望大家说不定可以来跟我分享，你们回家之后都把鞋子怎么放好的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聆听馒头妈的故事，希望下次再来听我们的故事哦。拜拜。